我们离加密货币大规模的采用到底还有多远路要走？当我们回顾历史，发现新技术的广泛普及往往需要经历漫长的岁月。在美国，以汽车为例，从问世到实现92%的普及率，历时长达78年之久；而家庭用电更是耗费了48年才达到100%的普及率。互联网尽管发展迅猛，也花费了26年才实现88%的普及率，这还是发达国家的普及率，还有很多在发展的国家可想而知。加密货币普及率低，可能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原因：一是科技进步的步伐越发迅速。然而，为什么像比特币、以太坊等区块链技术以及加密货币这样的创新概念，虽然已经成功渗透入全球公众意识，却依然未能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找到实际应用呢？这其中或许涵盖了几个重要因素。二是普通用户往往因缺乏便捷的入场渠道而望而却步。与汽车、电力等领域不同，加密货币的概念相对较新，其技术性质和操作流程使得许多普通用户难以轻易理解和接入。三是机构资金涉足加密领域受限，资金进入渠道不畅。与此同时，缺乏明确的监管框架和法律体系，也限制了机构对加密货币的投资和参与，使得其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尚不稳固。四是缺乏符合大众品味的加密项目，导致一些普通用户对加密世界的兴趣不大。许多现有的项目在界面设计、用户体验等方面仍有待提升，以更好地迎合广大用户的需求和偏好。五是开发者们面临入行门槛较高的问题。虽然开发区块链应用的工具和资源逐渐增多，但对于多数开发者而言，仍然需要较长时间的学习和实践，才能够真正参与到区块链技术的创新之中。六是基础设施的不足也限制了加密货币的大规模应用，高能耗、低效率等问题限制加密货币网络的扩展能力，阻碍了其在更广泛范围内的实际应用。七是监管环境，不同国家对加密货币的法律和监管环境存在差异，解决监管问题将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并鼓励更多机构和个人投入加密货币领域。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过去的一些不良现象，如杀猪盘、韭菜盘等，曾使许多人望而却步，对加密世界抱有疑虑，这也为加密货币的推广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然而，令人振奋的是，在当前的市场熊市中，一些积极的迹象开始浮现，为加密货币实现更快速的大规模应用带来了希望。利好一 ，PayPal 美元稳定币引入1000万级新用户。PayPal 作为全球最知名的移动支付公司之一，在202个国家和地区覆盖支持24种货币，拥有超过4亿月活跃用户。8月8日 ，PayPal 在以太坊上推出了名为 PayPal USD Plus 的美元稳定币，由 Paxos Trust Company 发行。这一举措使 PayPal 成为首个拥抱数字货币支付转账的大型金融科技公司。Plus 由美元存款、短期美国国债和类似现金等价物提供支持，为用户提供了更稳定的数字货币选项。PayPal 用户可以在 PayPal 钱包和兼容的外部钱包之间进行 PYUSD 转账，也可以使用 Plus 进行点对点付款，甚至可以在结账时选择 Plus 支付商家。此外，用户还可以在 PYUSD 与 PayPal 支持的其他加密货币之间进行兑换。PayPal 的愿景是成为法定货币与 Web3 之间的渠道，为稳定币支付系统的主流采用铺平了道路。这对于 Crypto 领域的发展具有天然的优势，特别是依托 PayPal 超过4亿月活跃用户的基础，有望引入1000万级新用户，推动整个生态系统的扩展。利好二，比特币现货 ETF 引入数百亿级资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延长了对 ARK Investment Management 和21 Shares 提出的比特币现货 ETF 申请的审查时间，但市场普遍对比特币现货 ETF 获批的前景持乐观态度。据内部消息，比特币现货 ETF 的批准可能在未来4到6个月内实现。一旦比特币现货 ETF 获批，将为传统资金引入通往加密货币市场的便捷途径，极有可能吸引数百亿级资金进入市场。美国股票市场主要由机构投资者主导，其中以共同基金为代表，占比高达55%。这些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可能会通过比特币现货 ETF 在股票市场中进行投资，从而推动加密货币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根据 Natick 的统计分析，目前各类比特币相关产品，如灰度比特币信托、比特币期货、ETF 等管理的资产规模已达到288亿美元。预计比特币现货 ETF 上市后，可能引入300亿美元的新资金需求，进一步增强市场的流动性和活跃度。利好三，
多语言支持链吸引百万级 Web2 开发者。当前关于 Web3 编程语言的发展存在两种逻辑，一种逻辑是探索新的应用场景，下具有独特优势的编程语言，如针对 ZK 应用更友好的 Cairo 语言，适合形式化验证的 Move 语言，以及注重安全性的 DeepC 函数式编程语言。另一种逻辑则关注支持多种编程语言的链，如 ZK Synchronous Gero VRB 等。这些链有望吸引百万级 Web2 开发者加入 Web3 生态系统。当前为了吸引更多开发者参与生态建设 ，Layer 1和 Layer 2项目通常提供高额的黑客松奖励和生态投资基金。然而，如果区块链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将更有可能吸引更多 Web2 开发者的参与，因为当前 Web3 开发者数量约为几十万人，而 Web2 开发者则超过1000万人。这一举措有望打造更为繁荣的生态系统，从而捕获更多价值。综上所述，这两种逻辑都对行业发展有益，将为 Web3 生态的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利好4。RUA 热潮吸引传统机构入场。近半年来 ，RUA Real World Assets 现实世界资产成为市场热议话题，引发了社区广泛的讨论。支持者认为 ，RUA 能够引入现实世界的资产和收益，从而提升 Crypto 的资产规模。尽管 RUA 的代币化和清结算在链上可能无法实现完全的去信任，但采用基于担保、质押套利和博弈的清结算机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 Crypto 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尤其是在 DeFi 借贷协议领域。然而，反对者认为大多数 RUA 项目仍然存在中心化信任的合规和审计问题，无法完全实现去信任与 Crypto 的精神不符。同时 ，RUA 的发展方向可能集中在美国国债等底层资产的代币化，而这些底层资产的收益率高，可能意味着通胀预期增加，加剧了对其他加密资产如比特币的需求。RUA 可能成为传统机构参与 Crypto 建设的抓手，与 PayPal 推出美元稳定币 Piast 类似，为传统机构提供一种无风险收入方式。随着传统金融机构逐渐认识到加密货币的潜力 ，RUA 可能会成为引领他们踏入这一领域的第一步。这也类似于 PayPal 以 PYUSD 引领数字货币支付转账的发展趋势。只是目前 Piast 并没有分配收益给持有者。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传统金融机构正在逐步进入加密货币领域。与此同时，市场普遍存在观点认为，传统金融机构可能会在未来几个周期内推动加密货币市场的牛市，因此将 RUA 作为传统机构进入 Crypto 的一个突破口是合情合理的。虽然 RUA 的发展路径仍在争议之中，但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对其潜力持有一定看法。无论是否达到完全去信任 ，RUA 的代币化仍为现实世界与区块链世界之间的桥梁，为更多资金和资产进入加密货币市场创造了条件。在当前加密货币市场的动态环境中， PayPal 推出美元稳定币、比特币现货 ETF 的可能批准，多语言支持链的发展以及 RUA 的热潮，都为整个行业的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PayPal 的美元稳定币 Piast 有望引入大量新用户，推动 Crypto 生态扩张。比特币现货 ETF 的批准将吸引数百亿级资金，促进市场流动性和活跃度的提升。支持多种编程语言的链能够吸引百万级 Web2 开发者参与 Web3 生态的建设，为行业增加新的活力。RUA 的发展可能吸引传统金融机构进入 Crypto 领域，为市场带来更多资产和参与者。这些趋势表明，加密货币领域的发展仍在不断进步和演变，未来有望迎来更加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传统金融机构的参与，都将为整个行业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